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还有政客啊，会揣测我们大陆的一些想法。并且呢，也会发布一些非常令我们哭笑不得的一些言论啊，比如说类似于我们大陆人能不能吃得起茶叶蛋吃到榨菜就算有钱人甚至前两天还有政客呢叫嚣说要和我们解放军进行1对1的单挑还是比赛的跑步，那么这个都是令我们非常奇怪的事情哈。那么可见这个台湾的民众呢和海外的一些华人呢，对我们大陆的一些真实情况是非常不了解的。那么我做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说通过我在大陆的一些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和利用街访的方式呢，让海外的华人和台湾的一些民众呢，能够了解到我们大陆的年轻人对于台湾和现在一些社会热点的现象呢是如何看的。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从小的教育呢，就是台湾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台湾的同胞呢，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让台湾的民众呢更加的了解大陆了解我们现在大陆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那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那么咱们就从这两天非常热的这个话题，也就是全球的这个气候峰会说起我们习大大也参加了这个峰会。那么在这个清洁能源领域，我们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会通过光伏的一些发展的历程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中国现在清洁能源是怎样做的。好，那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整个光伏的这个发展的历程哈。其实现在非常火热的中国光伏产业呢，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咱们中国光伏的产业呢，是兴起于2000年的前后，当时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一直到2013年呢，基本上还经历着三头在外的尴尬局面。所谓三头在外呢，就是装备、原材料和市场都在海外。虽然行业呢发展迅速，但是行业内少有技术创新。那个时候各国对光伏项目都有补贴，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基于用户端的补贴。什么叫用户端的补贴就是用户购买这个光伏产品，或者是企业购买光伏产品呢政府会有一定的补贴给到用户或者这个企业。而中国的补贴不是这样，中国的补贴基本上都是基于生产端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清洁能源公司刚刚成立开始，它所使用的生产基地税务生产补贴电价补贴水的补贴等等等等，中国政府都有大量的减免和资金支持的，这也造就了后来非常多的这个清洁能源公司一拥而上。但是随着中国光伏体量越来越大呢，那么大量的廉价的光伏产品呢就被进口到了这个欧美国家。当时冲击了当地非常多的企业，很多的欧美光伏企业就在那个时候破产。那么他们破产了以后呢，就引来了社会的不满。于是，在2012年、13年，欧美就开始对中国光伏企业呢进行了双反调查，也就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企业大量收购了拥有先进技术的欧美公司。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汉能集团。汉能集团呢，当时趁着这波欧美企业的倒闭潮呢，在2012年收购了美国的 Mia Solar、GSE 和德国的 Solibro。在2013年的时候呢，收购了博摩太阳能的电池企业阿尔塔设备有限公司。汉能呢，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薄膜太阳能的生产企业。那么拿米亚索类来说这个米亚索类呢是位于加州的一个公司，是美国硅谷光伏企业的典型的代表。在10年发展中呢，获得过超过5亿美金的投资，包括当时的时任总统奥巴马给他从政府拨款的资金。那么汉能在声明中呢，并没有说明收购米亚索类的具体价格，但是综合所有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呢，汉能应该是支付了大概是3000万美元，就把这个米亚索类的这个公司就买下来了。这远低于米亚索类2008年12亿美元的这个市值峰值。那在此之后呢，欧美就开始对中国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了嘛。由于当时市场上基本上是以出口为主，所以很多企业就陷入了困境，出现了这个破产潮。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尚德电力的股价呢，从最高的90美元跌破1美元，最终破产清算。这波破产潮呢，主要是供需失衡所造成的。那么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各国削减了补贴，那这就使得需求端的这个需求大幅降低，那么倒下了非常多的欧美光伏企业。那么紧接着就是欧美对中国的双反调查，征收这个惩罚性关税，从而导致中国的破产潮开始。在此之后呢，整个行业就陷入了低谷。
但是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们没有放弃啊，反而各个击破，分别在上游、中游、下游各个领域实施突围。那么其中突围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企业的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以及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式来实现。尤其是这个技术创新的关键啊，它不是单点的技术创新，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啊。但这里面也有国家对光伏企业的大力扶持。此时呢，其他国家对于光伏的产业支持开始减少，而我国呢还在大力支持，这样此消彼长，中国光伏行业呢就在全世界崛起。在18年的5月31号呢，也出台了这个531的新政，也就是削减补贴的这个政策，当时对光伏行业产生非常大的震动。当然这也是一个挤泡沫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新政的光伏产业里淘汰了一些效率低下以及滥竽充数的企业，从而涌现一批龙头公司，在行业集中度上得到提升，竞争力呢也进一步可以得到加强。那么其结果呢，就是中国终于可以实现平价上网。那么所谓平价上网呢，就是光伏发电即使按照传统能源的上网电价收购，也就是无补贴的电价收购，也可以实现合理的利润。如果说第一批的光伏浪潮是政策推动的，补贴实现的，那么第二波似乎就是需求推动的了。我国的光伏电站开发呢，主要有2个场景段构成。第一个是分布式电站，由于投资小、建设快、占地面积小、政策支持力度大等优点呢，迅速发展。就和大家这么说吧，现在只要是屋顶面积足够大，而且屋顶承重够的工厂和企业，90%都有分布式电站覆盖了。分布式电站是处于用户侧的，光伏电站呢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对于电网供电的这个依赖，减少电路的损耗。其次呢，它可以充分利用建筑物的屋顶，可以减少光伏电站的占地面积。第三呢，运行灵活，它可以脱离电网独立运行。第二个就是集中式大型光伏电站，那么这个是国家充分利用荒漠啊、戈壁啊、荒山啊、盐碱地啊等等无法农用和畜牧用的这个废弃土地，那么可以集中建设大型的光伏电站，然后并入国家电网。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选址相对比较灵活啊，光伏输出比较稳定啊，对吧？然后它可以充分的利用太阳辐射并入国家电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建设周期短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强，它运行成本相对比较低便于集中的管理。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光伏使用场景比如说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等。那么农光互补呢，就是下面种庄稼上面这个放光伏电站渔光互补呢，就是下面养鱼，然后上面是光伏电站。那么随着国家的这个补贴降低就倒逼这些企业呢创新和降低成本的政策引导下呢，中国企业家又开发出了这个互用光伏的板块。那么互用光伏呢，就是在居民的屋顶上建设光伏电站，比较多见于农村别墅的屋顶。那么这块市场呢，随着光伏行业的发展呢，逐渐就成为了主流。那么在这一领域呢，也涌现了一大批的优秀企业，他们把这个光伏组件呢安装在家庭的屋顶上，那么太阳光照射光伏板后呢，发出的电优先给这个农户家里面自己用，多余的电呢卖给国家。这也是分布式电站的这个核心理念，就是自发自用，与电上网，这样呢发挥到极致。所谓光伏养老的这个概念呢，也就被提出来。对于用户端来说呢，这样做有几个好处，就是第一，它可以节省电费，发的电呢首先自己家里用，然后多余的电呢再卖给国家，对吧？第二个呢，是你装光伏电站发电，那么国家和地方还会给你一定的补贴。第三个呢，是余电的国家回收，就比如说你家用电相对比较少，然后你有很多的这个多余的电力，那么你就可以卖给国家，那么你也还可以产生收益。那么这个收益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5年左右呢，你就可以把你的投资成本呢就收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光伏组件一般都可以用25年左右，你5年到7年之间把这个成本收回，剩下的20年呢，你基本上就可以纯赚了，对吧？这也是投资的一个好办法。最后一个使用场景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晶硅板相对比较大，比较沉，对吧？比较轻的物体它是无法覆盖的，那么就有很多老的厂房的建筑呢，它是不能够使用的，因为它的承重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呢，薄膜太阳能技术呢就发挥出它独有的优势了。那么薄膜太阳能就可以应用到，比如说类似于汽车轮船无人机航空特别是光伏建筑一体化等等。那么现在国内薄膜太阳能企业合作的车企比如说像奥迪北汽新能源都在开发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之间的这种补充供电技术。
那我所说的这些呢，不是说说而已啊。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啊，各位朋友有兴趣，就可以从谷歌地球上呢去寻找啊，在城市边缘的工厂屋顶啊、荒漠戈壁上啊、荒山这些地方啊，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光伏电站，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在哪里找到了我们的光伏电站，对吧？大家可以看出来呢，为了国家实现2030年的碳达峰和2060年的碳中和，在清洁能源方向，中国优秀的这些企业家和民众啊，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2020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是48个 G 瓦。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装机量是15个 G 瓦，中国风电的装机量呢是72个 G 瓦，美国的装机量呢是14个 G 瓦，合并装机总量，中国是120个 G 瓦。不但在自己的国内，中国现在还在为柬埔寨啊、越南啊、中亚的一些国家，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等等这些一带一路上的这些合作伙伴呢，投资建设风电和太阳能的电站。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从清洁能源方向来讲，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呀，对我们中国现在来说，只能望其项背。那么，所以习大大提出的这个碳中和的目标，朋友们，你说我们能完成吗？请留言下来告诉我。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台海局势紧张，美日拉帮结派，我们是否惧怕？